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今天聊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就是4月29号，官方正式宣布，中国羽毛球协会的主席、2届奥运的冠军张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调查了。第二件事呢，就是孙杨和他的老婆张豆豆最近上了个综艺节目，叫《妻子的浪漫旅行》。结果这节目一播出，没多少人聊他们的感情问题，但是不少网友呢，却扒他10几年前那么一个私生子的一个旧事儿。这两个事儿凑一起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他俩都是奥运冠军嘛。你看张军证明了说现在这个奥运金牌可不是免死金牌了。那另一边呢，网友就通过一个孩子的出生日期，还有一个打码的旧照片，就把这么一桩尘封了10多年的传闻一点点给拼出了新的轮廓。咱们一件件来说。先说说张军这事儿这张军是谁呢？一些有点年纪的观众可能会比较知道。那如果看过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或者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羽毛球混双决赛的张军高龄这个名字肯定会比较熟悉。张军他是江苏苏州人，1977年出生，左手挥拍外号张一拍。他跟他的搭档高龄其实之前并不被人们看好。你看，在悉尼奥运会的这个混双这个决赛里面，他们第一局以1比15输掉。那你看这个好像这个实力双方悬殊非常之大，是吧？几乎已经没啥悬念了。当时这个看台上的中国观众已经纷纷退场，就觉得已经夺冠无望了。结果呢，这俩人愣是在后2局把比分一路给追回来，15比13和15比11，完成了大逆转，拿到了中国第1枚的羽毛球奥运的混双金牌。4年后的雅典，他们又来了一遍，又卫冕了，成为奥运史上第一对实现混双卫冕的组合。要知道，你想这个卫冕，其实在奥运史上是挺难的，因为要时隔4年2007年那个张军他就退役了，转型当了教练，然后也带出了多位奥运的金牌选手。2019年的时候，他就出任了中国羽毛球的协会主席2023年的时候又连任了，然后又在同年出任了南京体育学院的副校长。2025年的4月，还当选了世界羽联理事会的理事。按理说这履历可真是顺风顺水，是吧？我看了他最近的这个照片，那也是非常的富态非常有官员的那种威严那种样貌但是4月初的时候，这个人就突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外界最先察觉到的是作为羽毛球亚锦赛、汤尤杯这2项大赛那张军他作为主席根本就没有露面。以前的国际大赛，他几乎每次都要亲自坐镇的。那记者呢，就连续多日拨打他的手机，一直就关机他的一些近亲属也到处打听这人哪儿去了，然后问到江苏省的体育局没有答案，羽协办公室说不了解情况，然后南京体育学院党政办也说不太清楚那南京体育学院官网的这个学校领导的页面，有人发现这已经直接变成了一个空白，就关于他那页。4月24号，经济观察报正式就报道了，说多位知情人确认了张军已经被纪监部门进行调查，失联已经超过10多天了。这所涉及的事项主要是和他在羽协任职期间是有关的，部分呢也涉及了他在江苏的工作。时间到了4月29号，官方的正式通报就出来了，说中央纪委国家监察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的纪检监察组还有江苏省纪委监委联合发布了消息，说张军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网上以前有句话流传还挺广的嘛，说什么刑不上奥运冠军，看来这句话现在已经要重新失效了。对，要知道在羽毛球这个领域羽毛球在中国可是一个体育大项，这里面就会有非常多的这种经济纠葛利益关系比如说关于这个赛事的举办赞助商的问题还有广告的问题，以及这个关于这个哪个选手能上谁上谁不上的这个问题就反正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寻租的这种空间。那张军他是中国体育史上可以说是第一个被官方通报的奥运冠军，他又拿过2次的奥运金牌，也当过羽协主席，但这些都没有挡住对他的调查可以说这个现在这个反腐之风已经吹到了体育圈很多球迷说可惜了当年那个一拍入魂的张一拍运动员的时代确实干净利落，当了领导之后可惜他走了另一条路。
咱们再来说说孙杨这边啊。今年啊，孙杨和他的老婆张豆豆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哎，这个节目应该是非常火了，这已经办了好多季了啊！我印象中，今年呢，这个节目呢就请了4对嘉宾，秦昊、伊能静、李纯、马迪、金莎、孙晨潇，还有孙杨、张豆豆。这里面有好多也是姐弟恋哈。反正就是节目呢，可能大概是前面几期有一个环节，就要求马迪呢让每位女嘉宾开怀大笑。轮到张豆豆的时候啊，马迪就先说了一句：“哎呀，孙杨能找到你啊，是他最大的福气。”张豆豆听完，然后就说：“哎呀，这话说的人太多了。”然后马迪呢随即话锋一转，他说：“哎，再让我想想，孙杨他配不上你。”我觉得孙杨能找到你是他最大的福气。这个话听太多了。唉，想想啊，他配不上。他好聪明，他好聪明。当时呢，这个现场气氛啊，其实是挺轻松的，就是导演组的一个就是怎么说游戏小环节吧，其实就是让每一位丈夫进来对每位这个妻子说一句话，逗他们笑。这其实也不是说马迪就多么有恶意哈，但是后来被剪辑出来，好像就是大家觉得这马迪是不是有点太犀利了，然后说奥运冠军配不上张豆豆。我看这个视频，你看了是吧？对，这个视频其实你看那个现场那个氛围，它就是一个就好像就是开玩笑，对，就是一个玩笑话，根本就没有什么贬低孙杨，然后捧孙豆豆的，也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后来呢，就有细心的网友哈，又去翻这个节目的回放，因为他现在这些节目不都是上网了吗？就是在网上你可以随时看见他们的回放嘛，就发现哎，之前这一期里面这关于这句话就被剪掉了，只留下了前半句场面话，说孙杨找到你是他的福气，后面说配不上你这句话就没了。我觉得孙杨能找到你是他最大的福气。他好聪明，他好聪明。然后就有很多人扒说，哎，这是为啥呀？已经播放的节目怎么还突然又删减了呢？随后网上就开始流传一个说法，说是孙杨的妈妈杨明给节目组打电话施压了，对着工作人员骂了整整2个小时啊，然后节目组扛不住压力，才被迫连夜剪掉了这句话。另外呢，还有很多说法是说他半夜打电话去专门教育节目组的女性制片人。这个传闻一出来哈，热搜昨天就直接炸了，前面好几个词条都是关于孙杨的。但是我觉得啊，你说骂人骂2小时，这个确实有点夸张了。可能说2句或者提点意见还是有点可信度。那你骂2个小时，我觉得这一般人干不出来这事儿。然后孙杨工作室人家就随即发声明了啊，说这些说法呢全都是假的啊，说是恶意的捏造，毫无事实的依据。强调说孙杨一家人家自始至终是积极配合节目，从来没有干涉过节目组的最终的剪辑权和播出的决定。但我觉得问题吧，就在于虽然他否认了说他妈没有去打电话骂节目组，对吧？但是你说这个节目已经播出了，但是呢，在播出之后又删减了，这反正是确切的事实。那段确实是剪了。对，那你说，作为电视台来说，如果没有人去施压，已经播出的节目呢，为啥要删减呢？也对电视台来说，这个句话反而也是个爆点嘛。也没有什么损失，又增加这个播放量。他们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一般平白无故是不会删减的嘛。这个事儿马迪他也没有回应啊。所以关于这个打电话这个事儿啊，到底有没有是真是假啊？人家反正是否定了啊。但是片段被删这件事儿确实是真的哈。然后网友呢又翻出来孙杨他妈妈的背景哈，就孙杨妈妈呢是体育世家出身，就前浙江的女排主力，现任是杭州师范大学的教授。硕士生导师，又长期担任孙杨的经纪人，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又非常强势的一个人。他就不是一个普通家长啊，他本身在体育系统里是有一定资源和人脉的，再加上呢，他多年来还一直亲自掌管着孙杨的经济业务，所以说他应该是一个强势介入儿子生活的方方面面。然后就在这个节目引发这个争议的背景之下，一些网友把孙杨私生子的这个旧传闻又翻出来又说这个传闻是说啥呢？说孙杨他是有个前女友叫李莹念，当年呢是空姐。网上有人把时间线给整理出来了啊，说2012年的12月底，孙杨当时频繁就找借口说是要治疗肩伤，要在北京待着，但是其实是为了陪这个李莹念哈。这个做法呢一度就激怒了教练。2013年的2月初，又有人爆料说这李莹念已经怀孕了，后来又传得更具体了，说什么怀孕5周预产期在2013年的9月底等等啊。当时呢有媒体就联系了孙杨和他的父母，但是他们都顾左右而言他，既没有承认，也没有明确的辟谣。
2016年的时候，卓伟团队又在那爆料啊，爆出说有一张孩子的打码照。有网友说啊，这跟孙杨小时候那个照片的眉毛啊、嘴型高度相似啊。卓伟当时还说，孙杨的母亲以济南的一套别墅作为补偿，孙杨呢也曾经送给李盈念一辆白色的奥迪 A7。但是啊，在李盈念这个生产期间，这辆车呀又被悄悄拖走收回了。现在时间来到了2026年啊，又有网友在信息公开平台查到了一条记录啊，显示啊有一个孩子出生日期呢是2013年的9月，跟当年这个预产期时间挺吻合的哈。现在网上这个传的是什么呢？说这个孩子啊姓李啊，这个全名我不说了。他呢注册于北京的一家击剑俱乐部练习重剑。目前身高155厘米，左手持剑，频繁参加北京啊、山东等地的比赛。现在算起来呢，这孩子已经13岁了。这些信息出来之后，然后还有个细节被网友就进一步发掘啊，说孙杨啊在综艺节目里被问到父亲身份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只说张豆豆是未来孩子的母亲，对父亲身份的话题啊，就是好像有点绕开的那个意思啊。然后在孙杨工作室的那份关于这个节目的声明里面，也否认了打电话干预节目这个事儿。关于网上传出他有私生子这件事呢，也是同时期又被炒起来的。但是这个声明里面关于这件事呢，就一个字都没提哈。所以这个传闻到底怎么回事呢？啊，现在能说的是，首先咱们得说这是网络传闻啊，没有直接的证据。只能是网友啊，从这个时间线，从孩子的出生记录啊，从各种旧事儿这种线索来整理和分析出来的。现在网上确实有一个叙事链条，但这些信息的来源都是爆料啊。得说这个孩子的身份没有官方的证实，也没有孙杨一方的确认啊。孙杨本人至今也没有关于这件事儿说过任何话。这件事儿是真是假，目前可以说是不得而知，还是悬案。只有孙杨一家还有李盈念他们那边知道真假。前面说完这个传闻，咱们再说另一条。就是2025年的2月有一个网友叫郭俊，他呢自称是孙杨的前女友，发了一篇文章，把他经历的事儿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啊。他说呀，他跟孙杨当年谈恋爱的时候，这个感情还是孙杨的妈妈托人介绍的。两个人交往之后呢，孙妈妈打给他的第一个电话，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他这辈子听过最难听的脏话。理由就是孙杨现在要专注事业，不许谈恋爱。那之所以介绍郭俊给孙杨呢，就是为了让孙杨放弃另一个更强势的前任。现在目的达到了，就轮到要把他给赶走了。这个帖子里后面还说了不少一些孙妈妈其他的行为，比如去骚扰他的单位，他父母的单位，然后又说这个郭俊呢是郭俊勾引了他儿子，然后用各种号码骚扰他全家的手机啊，一接听的就是人身攻击和脏话等等哈。他最后总结就是在那段关系里，他才终于明白为什么孙杨的每个女朋友都辞职了，为什么前女友生了孩子还没有嫁进孙家，为什么送给前女友的车要偷偷的拖回来。对这个事儿，就昨天太火了。你看微博爆了的热搜的前几个词条都是什么孙杨私生子、孙杨郭俊、孙杨前女友，所以我也点进去看了一下这个郭俊发的这个微博确实它里面一句话让我就觉得有点孙杨妈妈可能真是有点太过于控制了。就是他说，我是一个非常三观很正的一个女孩，就从来没有当过人家小三，但是在跟孙杨的这段恋爱中呢，她第一次感觉到了做小三的感觉，就好像仿佛孙杨的妈是他的正牌女友，他这个女朋友反而是个小三那种感觉。当然了，以上咱们得说这都是郭俊的一家之言就是网络上的这种传言。那郭俊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大家自己去判断。我们最后再来讲一讲这郭俊是谁这郭俊她是一个体育女主播被称为是武大的女神，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来又读了浙江大学对，听起来已经是颜值，然后这个学历都不错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很可惜还是入不了孙妈妈的眼呢。说完这几件事咱们聊几句感受。孙杨这个人那确实是运动员时代确实是顶级的，可以说他也是华人的骄傲。那几块金牌呢是货真价实的成绩。但是这些年来，关于孙杨的一些争议事件，时不时就会涌现出来。比如，你看2013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无证驾驶事件，到2018年的时候又有这个抗检事件，到后来呢又被禁赛，再到后来又有一些私生子的传闻被网友给传出来
每次呢遇到这些事儿的这个处理方式啊，基本都是一个路数，就是压五，也不正面回应，用声明和律师信啊把这些话题呢就给推出去。这背后啊，孙杨妈妈的影子其实一直都在啊。孙杨35岁呢，其实他现在还跟父母同住啊，这本身当然不是问题啊，这个跟父母之间感情好，这挺好的。但是啊，你看发现他的很多感情处理啊，还有对外的关系啊，人生角色很多都是在父母的这个授意之下，或者是意图之下在运行。这个情况一方面我比较理解啊，因为你想练体育的这些人啊，他们很多都是长期这种艰苦的这种训练，而且有类似于封闭性的训练，他们和其他人的接触会比较少，无论是社会经验呢，还是其他方面的一些认知就不一定高，所以父母帮他们做决策，你也不能说是错的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下长大的孩子，事业上呢，有的就会被推到很高的位置，像孙杨啊等等哈，像郎朗，因为父母的这些权力的托举啊，他们会得到一个心无旁骛的一个环境啊，再加上他们自己的天赋，所以呢，就会在事业上取得一个高峰。但是这种托举有的时候也是有代价的，就是被托举的这个孩子啊，他往往在某些地方是缺失的，比如对关系的处理方式啊，对他人的共情啊，还有对最基本的就是独立承担责任能力啊等等。很多人也讨论过，就说吴亦凡的妈妈也曾经强势介入他的生活呀，还包括他经济业务等等哈。最后怎么收场呢？大家都清楚哈。孙杨和吴亦凡当然他是两个人，而且他们所涉及的这种争议性事件也不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客观说，妈宝男背后那个逻辑基本上都是有一定的有迹可循的，就是妈妈就掌控了儿子，这个掌控肯定也是出于爱的哈，但掌控本身它是会制造问题的，不管被掌控的人他最后得了多少块金牌，事业有多高的高峰，但是这种掌控会造成一定的这个漏洞，这个漏洞也许早早晚晚会在某个地方或者某些地方就会产生破口。其实我的建议就是孙杨他应该把自己的生活重新拿回来，因为你看他已经结婚了，而且呢自己也是非常独立的，有独立人格，人也30岁左右了。那如果他想在事业或者是说在认知方面有更高的一些发展，比如他以后可能在游泳这方面会担任教练甚至游泳协会的一些什么主席之类的这种职务要走上仕途的话，他必须得提高自己这方面的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能力了。好，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下期再见。下期再见。